鬼市上啊，么都有，就看你这眼力吧。纵观，天珠、汉代赤龙璧、军窑炉，件件都是国宝啊！看上边那颗天珠了吗？李连杰来了都得馋哭了。但是呢，我都没相中。我的铁粉应该都明白什么意思啊！逛鬼市的乐趣就在这里，有些东西你能买，有些东西你是不能买的。你买了不能买的东西，你会很惨的。碰见个熟人啊，到处都是熟人。鬼市对于人们来讲，好像永远有着无穷的吸引力，因为它包罗万象，古玩字画，玉器同杂，琳琅满目。我们在这林林总总中去伪存真，寻得珍宝，各种滋味，其乐无穷啊！其实这个古董啊，老的古董啊，是真正有老气儿的。你这逛这一圈，好多都散发着贼光。你别看是晚上，它那种气息是不一样的哈。你遇到这种老的哈，它会给你一种老气啊，吸引着你。它就是一种气息啊，一种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啊。所以说，我们得通过慢慢的去认知和了解就慢慢的去体验，终究有一天你会发现，我能感觉到老气了。好嘞，那您这事儿成了。其实有些时候看着林林总总啊，我们真想淘个我们能够收藏的东西不容易啊，要不就是残的，要不看着不残也挺好，价格挺高，要不看着不残价格又好，东西有可能是假的。所以说有些时候真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我这一会儿都逛了半个小时了也没有一个入我眼的，但是一定入我眼的一定都是能够值得珍藏的能够玩的。哎，没事，老哥您坐就行。猿人之法，有的仿六如居士啊。这多少钱呢？1300。这是当时画的时候落了一点彩，不是毛病。东西开门，这种就是说传承于早期的那种玉笔底宽胎的，不管什么瓷器大家一定要记住，只要上升到文房器了，价位就比普通的贵不少。我们平常电视上所说的穷酸书生，其实这是电视剧里的一种谣传不是说就是说所有的书生都是穷酸书生。其实在古代的话没有钱的根本读不起书家徒四壁，连毛笔都买不起。那么古代能用起这种笔筒的这种文房器的，所以说呢都比较有钱。那文房器呢作为雅玩它都比别的理论上路费要高一大截子。对，当时贵好的时候，行情好的时候能卖到1800，这件是2000。真喜欢这么全乎的还真。你老的东西咱不是说守着什么夸什么，你看它这个釉彩都是发亮的，而且随着年深日久，它会更加的莹润和内敛漂亮花开富贵。哎呀，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说做新货呀？新货率高太难了，老货加不了多少钱，很多人都逼着卖新货去了。你砍吧，你砍到脚脖子我都能要了，我都能卖了，是吧？给老哥转账。这个紫光最早是用于检测宝石，后来发现呢，它有冲线里进去灰以后呢，就会出现荧光对，看了，对，这个看看磕碰冲线立马就出来了，立马就出来，磕碰冲线立马就出来。对，这口沿，对。完整的一点毛病对，这个是当时画的时候那彩，这是彩。好，漂亮，行。其实这个价格现在买是正合适。老哥，我是资深的行里人，咱都玩这个的，咱就说句良心的话，您信不信？您这个卖了，您再买不一定能买得来。买不来。
现在就出现这种情况，卖有时候不一定卖多高，买你还买不来。你这句话只有行内人能说得出来，行外的不一定懂，就这么个事儿。好嘞，再见，老哥。哎，再见再见。这个花呢，非常的飘逸啊，就跟活的一样，好像是微风吹来它都会动的那种感觉。那么器型呢，特别的挺啊，材质啊，修读啊特别的好。然后呢，上边的这火石红啊，非常的自然，材质坚实。今天也是很高兴啊，有些时候啊，我们逛一些东西的时候，都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的。俗话说，最美不过文房器啊。你像这小东西一摆到家里，那种靓丽的感觉啊，那古朴之风格扑面而来了。笔筒啊，花鸟纹的笔筒都是有传统的。我是收藏小哥，喜欢收藏，喜欢收藏。大名鼎鼎的山东德州大运河广场啊，其实摆摊啊真不容易。所谓夏练3伏，冬练3九啊。今天特别的热。哎呦，毛病不小啊。是。你看这乾隆这盘子那时候做的这个戏法，都有点片。想找个全乎点这还不容易。这俩全乎，这俩都是全乎的，但是价也高。这个要多少钱呢1.5万。这价是高，不过是真好。对呀，那个大盘的那个漂亮。喜欢咱就商量，看看能给出多少钱。商量不了，太高了。说一句吧。1800。哪个？小的。1800有点太那啥，不靠谱了。你说。我说3500。3500我能少挣点。啊？你遇到不容易，我跟你说句大家话，兄弟，我这遇到都不容易，我淘腾来淘腾去，你知道我淘腾，这一点毛病没有。买好货你别差这点钱，遇到这是孤品。孤品不敢说啊。我敢说。边上扎这个蓝料彩的少。对呀，这个就是你看啊，就它的器型和这器型不一样，但它俩是一家货。我知道。没有，你再上别人家你再找去吧，全国可能你都找不着第二个。其实这个时候是那个光粉不分的那种，你看看这个花还有点光彩的。你看你太明白了，那你真是行家了。你要不我敢给你还价吗？要不谁敢一口给你还这么些？你说实在价钱，其实我相中了，你要不是你把我吓跑了，一般吧。我不能给你，哎妈呀！哎，就像你这少买货的，就这点钱还能给你吓跑？不是我说你，我说你能同意吗？我说3800，你不同意？我不同意啊，2500。2500啊！你看我也没有利润，因为我淘来的不容易。你知道我这人吃马背的，到手就2000大多了，太能争取了。太高了，我要不着了家。今年买卖多难干，今年都往下落，哪有往上涨的？你再说个精品现在还是往上涨。你要说落，说是土品，但是你就这个东西你看不着，面子你绝对看不着。你卖几万块钱不成问题了，兄弟。好货你不容易。卖了吗？卖不了吧？你不看100，我再给你让了。卖了吗？不容易，你碰到货，哎呀妈呀！我跟你说，我们挣着钱的兄弟，我这搁这儿卖的不好。我刚弟，你看吧，我这刚搁黑龙江过来的，我来趟。黑龙江来的。你听我的口音，你能是黑龙江的茶壶没有啊？人家保存到现在啊，这也是贵族人家用的，这可绝对不是老百姓人家用，人家是拿这东西当个玩意儿，特别爱护，你知道吗？这是雍正的。雍正粉彩是老厉害，还有这种蓝彩，说不容易。你不用再看了，我买的时候我也很认真。我给你。3000块钱其实是我的底线。
你再给我加50。别闹了，姐，咱都说好了。我这是卖了，我这个心疼，我这个整不来我知道，我知道。没事，我真的是有点真舍不得。看看网红嘛，我总看你，不可能，没想到能在这能见，是吧？不是，你那不是浪有那个脱口秀，你这是实战派，设立的也好，什么都玩，有劲。好了，拜拜，拜拜。缘分啊！缘分。整个它一个摊儿里，为什么那老姐姐不舍得卖呢？最好的一只，好在哪里呢？那我一说啊，大家就看明白了。第一，花口看见了吗？它这个边儿啊是呈花瓣状的，有规律的花瓣状的。那个花口呢就比圆的做起来要难，要单独的出口，是不是啊？这是其一。其二呢，边上这个蓝啊，很多人以为是青花，其实不是，它是料彩。那料彩呢是珐琅彩的一种，更加名贵。边上这一群花饰呢，你看嘛，都是矾红描金。那么这呢又有一层的开窗连瓣纹啊，然后这边是眉纹，又用描金描的啊。整个盘心的内部呢，又用了各种的釉彩。好的东西的釉彩啊，给你感觉这个色阶特别的舒服的同时啊，它不会给你那种刺眼的感觉，它是一种宝光的内敛。而且呢，你看特别这种绿彩是通透的，带有莹润性的，而且我不说大家都明白了。那么只有乾隆盛世才能做出这么好的精品。所谓康乾盛世之作是最富有、最鼎盛的时候，所以他做的东西都是富丽堂皇的。咱再翻过来看哈，为什么说是盛世之作？讲究啊！底部这个黄并不是说是红，很多人会有火气的，是那个时代啊，它上了一些护胎釉啊，就这么讲究啊，把胎再护起来，这样比如说烧制出来沾沙都少啊，更加的干净利落。那边上呢是芒口啊，上边又进行了啊这个描的酱釉啊和涂的金水，非常的漂亮。那么这个摆到家里，就跟大姐说，这不是一般人的东西啊，一品富贵，和美美。乾隆彩绘牡丹纹花口折腰。还有就是说，我们如何去购买古董，如何去砍价？你像这个盘子的话，要18000，我给2000左右，就等于一刀砍出血来了，都砍到脚脖子了。为什么我去？那么我们讲价，其实说你心里得有个数啊，它到底价值多少？因为它实际价值的话，就是说你心里有个把握的时候，你去砍价呢，才能砍得下来啊。所以说呢，这个讲价是有技巧的，这个技巧是在你认知范围之内的，你知道它实际价值，应该这个能买到，那个人家他就，哎呦，这哥们儿行家呀，出的那价呢，还能给他有点利润，那这个怎么去掌握呢？还是说我们多的逛，多的看小哥的视频，慢慢的就知道，哎，这个类型的大概多少钱，那么我们心里就有数了，不能乱砍，每一个你都砍到脚脖子，这样容易挨揍，知道吗？